其实很多人他以前从来不看妇产科啊，所以都是因为冻卵，然后才发现哦有。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Kason。现在很多人到了适婚年龄却还是单身，又或者是拜月老、求红线，却还等不到对的对象出现。其实现在很多人可以选择帮自己买一份未来的生育保险，也就是冻卵。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了王家伟生殖医学中心卢伯嘉副院长，要来跟我们分享什么叫做冻卵，怎么冻，未来怀孕几率才会高呢？首先先邀请了卢伯嘉副院长跟我们大家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家伟生殖医学中心的卢伯嘉副院长。如果咨询冻卵，首先会问一下她的一些月经的状况啊，或者有没有怀孕过啊，这些基本的问题。那之后呢，我们会安排2个检查，第一个是抽血，那抽血是不需要空腹的，那它主要是检查你的 AMH 值，就是卵巢年龄，它可以预测说，你的这个卵巢的状况是在大概哪一个年纪。另外呢，我们会做超音波检查，看一下说，你的子宫的状况啊，卵巢的状况。其实很多人他以前从来不看妇产科啊，所以都是因为冻卵，然后才发现哦有肌瘤啊，或是有卵巢囊肿啊。如果是34岁以下的女性，大概冻10颗卵子，根据这个国外的统计啊，它的活产率大概就是75%，可以生1个小孩。但是如果到37岁，就差个几年了，就可能要冻到20颗卵子才能达到一样的活产率。那随着年龄升高，这个需要的卵子数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其实大家冻卵还是要趁早。那其实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她们也很担心说，我要冻卵，我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那我工作需不需要请假？这个她们蛮担心的。我觉得我们诊所比较好，其实我们提供都是一个客制化的疗程啦。就是说，如果她来咨询的话，通常第一次我就会看她月经来的时间，大概就把她需要回诊的次数都已经安排好了，再加上我们有夜诊，还有礼拜6的门诊，所以其实基本上就算你要工作很忙碌，也不太需要请到什么假期，就可以完成这个疗程。传统上确实会需要连续打8到10天，但是呢，现在有这个长效针剂打下去之后，第1个礼拜都不用打针，就很开心，就打完之后就回去，后面再补个2到3天的短效针。其实它有点像是糖尿病的患者打胰岛素的感觉，它是打在肚皮上面，就是大家肉最多的那个地方，所以其实那个疼痛的感觉，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接受的。那反而是心理上要打下去之前比较紧张，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护理师啊、咨询师，其实大家都很有耐心，都会手把手的教你，然后教到你会才让你回去。其实这个卵子它从发育到成熟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我都会说，反正就是准备预计冻卵的前2到3个月，其实就可以开始养生了。养生就是所谓的可以规律的运动啊，均衡的饮食，然后不要熬夜，维持好的运动习惯。通常我就会说可以吃地中海饮食啊。所谓地中海饮食就是吃比较原型的食物，不要吃太多的加工啊，或者是说太多肉类啊这一类的，可以吃蔬菜水果，这些都会有帮忙。我身边其实很多朋友，也有网络上很多人讨论，到底取卵要怎么取啊？需要剖腹吗？那我需要请假吗？取卵确实就会需要请假，因为它会需要麻醉，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舒眠麻醉啦，就是让你睡一觉起来，整个流程就结束了。那它的过程中呢，就你睡着之后呢，我们会用一个超音波探头放到阴道当中，我们可以去寻找左右卵巢卵泡的位置。确认卵泡的位置之后，我们会在超音波的导引之下，将这根针放入阴道当中。所以其实大家有些人会以为是从输卵管取卵子出来，其实不是，我们不会整支放进去，我们就是前段的部分会放进去。但它的针头非常的细小，有点像是我们打针的感觉而已。整个手术的时间呢是看大家滤泡的多寡，大概是10到30分钟左右就会结束了。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很温柔的把这个取卵针抽出来，所以大家的身体里面是不会有所谓的伤口，只有小小的针口。那我们的手术之后呢，也会仔细的检查，确定没有出血的状况，再让大家观察做1个小时左右，确定大家吃东西喝水都没有问题，才会让各位回去休息。
很多年轻女性将卵子年轻的时候冷冻住了，为了她想怀孕的时候，怎么样提高受孕的几率啊？因为染色体异常呢是最常造成植入失败的原因。经过解冻、受精、培养之后，这个胚胎是不是健康的，其实还是未知啊。也许做这个 PGT-A 染色体检查才能够完全确定这个胚胎它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那它主要原理呢，就是在这个卵子受精，然后形成胚胎，我们会在体外培养大概5到7天不等的时间。等到它长成所谓的囊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取这个大概8到10个细胞以内去做一个化验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先在这个植入之前知道这个胚胎它是不是有我们前面提到的染色体异常的情形。如果有以下这几个状况，有比较高风险的族群就可以考虑，譬如说呢，年纪比较大啊，或者是说曾经有流产过，或是已经植入过失败了，或者是说曾经有怀过不健康的胎儿，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建议使用这个技术来增加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今天非常开心，感谢卢博家副院长跟我们分享，如果你现在单身，现在没有对象，或者是已经结婚不想生小孩，都可以选择先帮自己买一份未来的生育保险，也是冻卵哦。未来有任何冻卵的问题，欢迎都来王家伟生殖医学中心找卢博家副院长。今天的俊好运课程就到这边，大家拜拜。拜拜。